老架一路，白猿献果。好，接上式，指当锤。松左胯，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两手双逆缠螺旋相合。松右胯，螺旋放松下沉，领右手顺缠放松下沉，左手左拳贴小腹，走顺缠放松，螺旋下降，身法朝向于右斜前方。好，顺势坐胯摆脚，重心还在右腿，左拳合于左侧胯间。好，蹬右腿，重心左移。3，领膝冲拳，上提相合，由拳变掌，松胯落脚，两手相合，合于左侧脖颈后侧。蹬左腿，当走小螺旋后弧，跟左步，推掌外蓬，两手合于右膝上方。好，背后看一下，指当锤变白猿献果。1，当走后弧，双逆缠相合。好，2，松右胯折叠螺旋放松下沉。好，3，坐胯摆脚，重心蹬右腿左移，顶膝上提。4，冲拳周身相合。5，开步落脚，两手相合于脖颈后侧。6，跟步虚步点地，推掌外蓬下沉相合，两手合于右膝上方两侧。好，白猿献果。好，同学们，白猿献果呢，在我们老架一路的动作当中，是一个相对来说缠绕比较多、动作比较难的一个内容。但是不要着急，我们有以身领手的这个基础在身上，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就不难。首先，大家可以从这个细节看，就是指当锤打完以后，大家都在好奇这个手是怎么在这扭半天，然后形成一个冲拳提膝的。这个位置有很多同学容易犯错误，为啥？意识容易特别关注在手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重心不动的时候，两手的训练、两手的运动过程是这样子的：双逆缠螺旋相合，好，再变双顺缠节节贯穿螺旋下沉，左拳合于左侧腰间，右手合于冲拳右膝上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同学说啊，这个地方有果劲儿，这个地方有合劲儿，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和理解都在自己的胸背上。那同学们，你想一下，我们的胸背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跟哪有关系？是不是还是跟腰当胯的重心转化有关系？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越是去强调两手让肘关节和肩关节产生相合，然后在肘关节、肩关节打开，是不是很难看？你看从侧面看，我到这儿，好，我肩关节、肘关节相合，肩关节再打开，像不像驼背呀？对吧？还有扣尖儿，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所产生的螺旋，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肩肘相合，它只是外形的变化，其中内在的变化，它属于是啥？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去做的？看好，为什么两手会产生双逆缠相合呀？因为左手这个时候它是不是贴在腰腹间？什么时候它会逆缠？肚子向左螺旋的时候，贴合住左拳，让左拳在左侧腰腹上去做一个滚动，这是不是左拳才会逆缠？那同理，你左胯一松，身法一引，是不是右拳有一个松沉的外形动作？一松下来，是不是逆缠也就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手为啥会出现双逆缠相合？它不是因为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刻意的去用肩肘向内扣啊，刻意的去用肩肘向内扣，而是啥？而是看好肚子的螺旋带动手臂，松，看到没有？肚子催着手向内相合，肚子引着手向内相合，先松沉，然后再说转关的动作，对吧？好，松下来以后，你看在当走后弧，当走后弧的时候，咱是不是要突出以身领手？是不是要突出这个节节贯穿，对吧？那这个动作就立马简单了，
你到这儿以后，左胯一松，肚子一带，左拳一滚，右拳一合，看好，重心在右移的时候，是不是肩先走？肩先走，所以这个时候为啥右手不挑肘了？因为右手它是一个偏向于直拳的动作，左手你看肩往后一走，是不是带着肘？它是不是就会往前领了？往前领这个肘劲是咋来的？它不是让你去加倍来的，而是重心往后一合，它找的是这种，合进来的感觉，重心往后走了，你的身体才能有一个向内相合的一个变化。如果你不走重心，你光在这儿扭来扭去，中线都歪了，所以你还哪来了劲力，对不对？那把这儿能记住了，运用到身体里面，那就好整了。看它冲拳以后到位，当走后弧，看到没有？往回一松，到位了。看，再松右胯，为啥松右胯？松右胯的时候，肚子往哪转？它是不是往右螺旋了？那往右螺旋的时候呢，带着咱的左拳，不都是又是出现一个什么？看，从这儿看，它是不是又是出现了一个滚动？那顺势就把咱的这个往里相合的拳，通过小肚子一转，是不是一个小顺缠？顺着咱的肚子上就滚下来了。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左手它是怎么出现的动作？它是腰腹丹田的螺旋带动拳的一个环绕，它是这样在转，它不是拳在肚子上在这硬挤硬转，是这儿在转，看到了吧？是这儿在转，而不是这儿在转。能看清区别不呢？一个是手，一个是肚，不一样的转动，所以大家就是容易出错的点就在这儿，拿手去转。那右手其实就很简单了，你冲拳到这儿以后，你看当走后弧，重心向右一走，右胯一松，节节贯穿，是吧？非常简单，因为你松右胯，身法向右螺旋，沉肩坠肘，砸拳放松向下相合。那把这两个手配合到一块儿，它不就是各司其职吗？看，冲拳好，后弧螺旋带动身体，看先松，后弧螺旋好转动，看到转动。那你到这儿的重心来到右腿了，坐胯摆脚。为啥坐胯摆脚？因为你上步的方向，它不是啥它不是往正前方提膝抬腿，它是左脚脚尖微微外摆，稍微往斜前方走一点的劲儿，它不是往正右方。所以呢，我们坐胯摆脚，摆开之后，看好上步冲拳，身体朝向于右斜前方，产生了一个相合。那到这儿，你看有很多同学问说，老师，我冲拳提膝的时候，这个拳跟我的身上我合不上劲儿，老师打不出来。记住，只要提膝的时候怎么样，把意识放在哪里？腰腹的位置。如果你冲拳的时候就是抬腿提膝，然后冲个拳，那一点劲儿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到这儿以后一坐，脑子瓜里想着这个腰腹的劲儿，呼气，看到没有？呼气，拳头上的劲儿是不是通过腰腹相合，力量就出来了？接一块儿，是不是就有感觉了？对不对？所以做完胯以后不要慌，呼气。手往外送，膝往上立，所以靠哪点的劲儿走？腰腹的合劲儿，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感受走出来就行了，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把肚子上的这个合劲儿挂在身上，一手丹田，以丹田领四肢，是不是？好，那到这儿的记住，白猿献果到这个位置它没结束，一直到这儿才算结束。大家可以看一下拳谱上白猿献果有没有六风四臂后边这个词儿。是不是没有？所以大家都喜欢把白猿献果后边这个动作叫成小六风四臂。咱们且不说这是不是六风四臂的动作，咱们把动作的这个攻防含义连起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冲拳上领之后，一松左胯，两手一开，根部推掌外蓬，这是为啥？因为你前半部分的动作，一个冲拳领膝，顶当打下巴，人是会往后仰的，对吧？那往后仰的时候，你一落脚一跟，顺势推捧，这时候你两个动作是连在一起的，是吧？你的动作是不分开的。你总不能说我砰，我这边打完以后，为了把人推出去，我还得再好一开步，再走大螺旋，再按掌下沉，走个六风四臂的动作。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怎么去区分它和六风四臂之间的区别，就是它们的连接点不一样。你看咱们同学们有没有这样做的？冲完拳以后，好，一落脚一开掌，两手外捧的可大，松左胯，当走后弧，走大螺旋再相合，在根部放松下沉按掌。等你做完这个大螺旋，人都跑飞了，他肯定不会就跟着你，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冲完拳之后，注意看，胯一松，落脚两手即相合。为啥？因为要跟进呀，一开走跟进，所以脚一落地，两手就瞬间形成了一个抱球相合的动作。再身法向右螺旋，同时向右螺旋的时候，这个六风四臂，小六风四臂，它不是让我们往下去按掌，它是有一个往前往下去合的推掌。推掌，你看六风四臂它是偏向于按，但这个动作它就偏向于，看到没有，也是往前往下，但它比较偏向于什么？偏向于推掌啊，偏向于推掌，它更加在意的是左右螺旋的劲儿啊，左右螺旋的劲儿。所以我们的白猿线果跟六风四臂，你连一块儿，你去想一下，你看看咱前面的示范动作，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你产生螺旋的时候，它是走后弧，然后通过哪？通过腰裆的螺旋来带动你两拳的转化，两拳都是通过肚子在运化这个螺旋来产生一个动作的这个相合和打开。那到这儿了，你看坐胯摆脚，这都是基本功。你重心一移动，重心来到左腿，不要想着说老师我站了高了，我就冲拳冲了高了，啥也不是。你必须得找到什么？必须得找到腰腹相合的这个合劲儿，你才能感受出来你的这个肚子上的核心的丹田力是怎么样把拳头和腿送出去的。有了这个合劲儿以后，大家想想，老师我白猿线我站不稳，我晃，为啥？你晃的时候你肚子往下一合，看你还晃不晃了，对不对？所以肚子合住了，劲儿上去了，然后再走下势，一开步一相合，脚落到手合住，一个螺旋，叭，连推带下按。所以整个过程下来，白猿线果到这儿，它是一个动作。到现在还有很多同学认为这是白猿线果，这是六风四臂，两个不一家啊，他们是各是各的。所以平常练习的时候，学会把这两个动作连贯起来，把周身上下合成一气，尽力都是通过小度来进行滚动形成的动作细节外放。那这就是咱的白猿线果。希望大家好好练，这个比较难，尤其是两臂的缠绕螺旋，多去感受腰腹、丹田和两手梢节的关系。